马吉有时候就不是很能理解，明明是儿童乐园，却一个儿童都没见着，全是流浪汉、社会闲散人士以及小动物。他无奈地推着麦琪前往了镇上的另一个儿童乐园。相较于刚才那个土卫罗佩公园，明显就要时髦得多。这里满是宝妈和熊孩们。麦琪也久违地遇到了自己的好友哈德森，俩孩子一见面就开始双向奔赴。哈德森的母亲考特尼见了都要说一句好磕。考特尼是一个时尚的宝妈，和传统的马吉完全是两个画风。他希望马吉明天也能带着麦琪一起出来玩。两人强行拆开这俩如胶似漆的孩子，回到了自己家。马吉辛苦做的饭，老莫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问就是减肥。马吉还以为这家伙疯了，孩子们也一副便秘的样子，生怕老莫事出反常是得了什么绝症要嘎了。老莫觉得大家的反应太夸张了，就连内德也觉得不可思议，这大馋虫竟然真的只拿了一颗葡萄柚就离开了。丽莎这一生没见到柏林墙倒，没亲眼见到登月，却着实看到了父亲只拿了一颗葡萄柚要变天了。老莫开车驶出几里路，这才停下来。葡萄柚谁吃啊？这大馋虫依旧改不了嘴馋，只是偷偷藏起来解决昨晚剩下的那块披萨了。早该知道的，偷吃的下场就是倒大霉，因为没有带吃披萨专用手套，油和芝士在他手上形成了一层黏膜，让他两手打滑，无法转动方向盘，一头撞到了树干上。好在有厚厚的脂肪保护他，让他捡了条命。凯尔一通电话给他打过来，你倒大霉了伙计！伯恩斯召开员工会议，唯一剩下的位置就在他身边。另一个倒霉蛋则是来晚的莱尼，老板一眼他直接汗腺失禁。老莫看着眼前被撞瘪的汽车一筹莫展，一旁的乡巴佬提议，不如给同事带俩气球，买不了吃亏，买得了上当，买了放风筝就不用费力了。老莫一听，这种好东西我能没有？豪掷几张纸钞买下了，随即附赠了乡巴佬的卖气球之歌。可惜老莫没时间听完了，他拿着气球进了会议室。史密斯本想呛他一句，咱们老板可是财富榜前500的 CEO， 你以为一个气球就能挽回吃到的损失吗？伯恩斯却直接让他闭嘴，美美吸了一口气球里的氢气，这感觉令人着迷。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核电厂每年花高价购买氢气冷却反应堆，他从乡巴佬的氢气球里嗅到了商机。对于氢气球价格一无所知的乡巴佬，伯恩斯想了个妙计，去偷去骗去白嫖氢气，省下一大笔钱。想到这儿，他桀桀地笑了，赐予了老莫本月的最佳员工奖。一回家，他就将自己秒杀全场的好消息告诉了老婆。马吉此时却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小女儿身上，他恋爱了。老莫看到陷入爱河的可爱小宝，心都要化了。只是乡巴佬这边心快碎了。伯恩斯带着狗腿子登门拜访，本想伪装成同样的乡巴佬，身上的城市气息却暴露了。伯恩斯索性不装了，直言自己需要他的氢气，他会用装满10美分的吸罐作为交换。乡巴佬在做交易前喜欢先喝一杯，伯恩斯一看就知道那玩意儿毒性不小。巧的是自己连地沟油都喝过，无毒不侵，好吧。一口下去，伯恩斯才知道乡巴佬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史密斯只能带着他回到了城里，伯恩斯那是相当的不甘心，看来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了。而他们手头上的魔法就是同样傻蛋的侯默。幸好老莫和乡巴佬还是好友，他需要老莫利用友情从内到外瓦解他的生活。老莫觉得这不妥吧，毕竟乡巴佬还有家人。伯恩斯乐了，感情欺骗我，破坏我的家庭，你就觉得没啥问题是吧？老莫知道自己这是进圈套了。伯恩斯派了俩专业打手，一个打人，一个打笑，利用暴力使他妥协。此时的马基才刚驱车来到山顶别墅，带着麦琪参加考特尼家的玩耍派对。一看这大气的装潢，马基两眼放光。考特尼告诉他，自己家最贵的就是厕所装修了，那个管道工效率太低了。马基一看，后背一凉，东半球最强法务部警告。考特尼询问马基是否想在填写薪水表的时候来杯咖啡，想要孩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当妈的就得先做表率。马基看着考特尼的薪水表，只能感叹风流不是罪。为了女儿，他甘愿敞开心扉，反正表上只用写4个字，只有后默。一天的相处让马基意识到，这位时尚宝妈虽然人很好，但是嘴很毒，总在无意识拉踩自己，说自己土。一会儿讲现在的婴儿不用奶嘴了，一会儿讲麦琪的发型很好笑，还给每个小尖尖装上了泡沫来保护哈德森。马基白眼一翻，家己自己可以，不准欺负我孩子。他抱着麦琪就离开了这里，并发誓自己再也不会来这里了。可怜两小无猜，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说回到老莫这边，他穿上乡巴佬同款背带裤下了矿洞，乡巴佬正忙着嘴吹气球，看到他起来打了声招呼。老莫倒是和对方融入挺快，他问乡巴佬这不累吗？乡巴佬却说上帝竟然把氢气埋在自己家地下，自己使命所在，必定不能让他白白飘散。矿洞外，伯恩斯正在亲自教授老莫如何使气氛轻松，利用自己的好友身份来拿捏乡巴佬。老莫的话，乡巴佬还是爱听的。在收集氢气时，乡巴佬还带着老莫去泡淤泥池、抓鲶鱼，和自己家一窝的孩子一起聚餐。吃饭时，乡巴佬提出想和侯默成为合作伙伴，条件就是来一口那超级毒的马尿。交杯酒下肚，老莫就算自己的家人了。这酒劲儿大的老莫四肢分离，嗨得不行。作为老酒鬼，这点酒还真没把他毒晕。临走前，乡巴佬还送给了他一个伴手礼——附属意面。一上车，伯恩斯就钻了出来。老莫这才想起自己的任务，可他后悔了，自己好不容易遇到个异父异母亲兄弟，咋能眼睁睁看着伯恩斯夺走他的一切呢？只夺走一半可以吗？饕餮如伯恩斯，怎么可能会放着10亿美金的一半不拿呢？晚上回到家，夫妻俩躺在床上，都是满面愁容。刚互诉衷肠，麦琪就跑了过来，生气于母亲家哈德森周岁典礼邀请函藏起来，因此自己错过了。马基只能向孩子解释，哈德森的妈妈太烦人了。可麦琪的小脑袋瓜怎么能理解成年人的战争呢？他生气的坐着学步车离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伯恩斯催促老莫赶紧让乡巴佬把合同签了。乡巴佬一见到老莫就和他来
来了个大大的拥抱。这不是我全世界最好的好哥们吗？听到老莫让自己签合同，他甚至不愿意看一眼内容，因为足够信任老莫。老莫的良心备受煎熬，最终还是阻止了他。伯恩斯指着老莫的鼻子骂：“你这家伙等着吃嘴巴子吧！”乡巴佬察觉到不对，拦在了朋友身前。为了不挨打，史密斯打算心平气和的跟乡巴佬买下这些亲戚。伯恩斯可没这耐心，下令让打手暴力解决这件事儿。乡巴佬能受这个气儿，连同自己的31个孩子掏出了猎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伯恩斯的头。这笔生意不谈也罢。他给伯恩斯灌了一口氢气，大脑昏昏的伯恩斯立刻飞了起来，被电线电成了250。永远不要小看一个看上去自己笨的人，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马基也在天人交战后打败了自己的好胜心，他觉得女儿不该在痛苦中度过童年，带着她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他好歹能在考特尼身上找到一个自己的共同点，那就是为了孩子装作喜欢对方。就这样，冰释前嫌的2位宝妈看着孩子美美进入了婚姻殿堂。这一集辛普森一家通过马基和老莫一家的生活点滴，呈现了多层次的社会现象和个人心理状态，深刻的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现代社会的多面性，教会我们即便在充满诱惑和挑战的世界里，保持本心和真诚的价值。老莫减肥的决心与最终偷吃披萨的行为，揭示了人内心欲望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以及自我控制与放纵之间的博弈。他的车祸事故和随后的最佳员工奖励，则反映了偶然性在个人命运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对成功定义的偏见和荒谬。伯恩斯企图从乡巴佬那里骗取亲戚的计划，以及他对老莫和乡巴佬友情的利用，展现了权力和金钱是如何在现实中操纵人际关系和道德底线的。马基和考特尼家的经历则揭露了现代育儿观念的差异和社会审美的变迁，同时也映射了个人在社交场合中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追求。整个故事通过幽默和讽刺的方式，不仅揭示了社会现象和个人心理的复杂性，还提醒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应该坚守本心，保持真诚与善良。不管是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还是社会的压力，都应当以积极和理性的态度去应对。我们要认识到，尽管外界的诱惑和挑战无处不在，但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对家庭的责任，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在追求物质和成功的同时，不应忽视人际关系的温暖和简单生活的幸福，因为这些往往是支撑我们在困难时刻坚持下去的力量。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影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视频，再见。